我跟他是在07年朋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。我那个时候是刚从一段比较伤心的感情中走出来，然后这个男孩子又比较细腻又很体贴，所以感觉都还蛮好的。谈恋爱一段时间以后，就发现就这个男孩子不是一般的粘人。我又刚毕业，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就是在电视台做编导嘛。相对比较辛苦，而且自己的时间比较少。如果说去录棚或者怎么样的话，没有时间去接电话，也没有时间去发短信。他就真的做到那种上班路上堵，下班路上接，然后短信不接就改写信的那种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所以我觉得这5年时间我都已经受够了，我真的受不了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，所以我一定要跟他分手。这是真的，我下定决心必须的。是难忘，因为追求完美却没想过会受伤。在世间总老是有这样的痴男怨女哈，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，才有了爱情保卫战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24岁，来自广西无业；女主人公23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编导。来，有请有请2位。要分手是吧？对。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，这么爱你，干嘛非要分手呢？我基本上是属于一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，就是他基本上就属于要24小时黏着我。啊。然后如果我出去聚会的话，每5分钟接到一个短信，每10分钟必须要回一个电话。男的还是女的呀？都有谁呀？带他一起去好了，他那么喜欢黏着你。他不太爱说话，然后他跟里面不是很搭调，所以后面就没有办法我。就这样，没办法。你的这个职业是电视台编导是吧？那你要加班呀、录棚啊，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，他也这样吗？我只要就是一离开他的视线，他就跟发了疯一样，就这样。为什么不工作呀？你这上面写的无业嘛。就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就跟我闹分手，我的心思都在他身上，我都不想去工作了。说你经常离家出走是吧？他半年之内出走了10几次，有一次就是1个星期都没回家，然后一个短信啊、一个电话都没有。你觉得我会不担心吗？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5年多了。大学同学吗？对。你这毕业1年多这就不要了？其实有点积怨，因为他就是丧失了很多工作的机会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就不让你去呀，然后你这个工作又不好呀，然后你要不要带着我呀？我去面试哪能带着他呀？这半年以前才刚刚找到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，然后他还是这样，不夸张的话，就是上班路上堵，下班路上截。他到我们单位门口去等我，然后每天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看着我。我怕你出事，我担心你不行吗？我是你男朋友哎。我这么大的人了，我什么看不住我自己呀？兄弟，你老这样，你靠什么生活呀？爸妈给钱啊？现在目前是啊。你看吧，一点上进心也没有。可能是因为他没事做，但是我有事做，我就会觉得我的所有的生活一点点空余时间全部都给他了，我就没有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其实他以前还好，就是有一次吧，我们放假回家，然后他就背着我偷偷的就跑去跟网友见面了。背着你？什么叫背着你啊？那你说你是不是跟网友见面了？对啊。他跟网友见面啊？对。我们是在网络上有一个就是 YY 里面语音，然后有一个歌友会这样的，那个男生不过是一个联络员。然后我们是一大群人，可能有20多几个人，然后在山东聚会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不跟我说呢？我跟他就没法解释，你是跟谁呀？怎么样啊？然后不用，你到去之前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？他不会让我出门的。听说你还自杀过是吧？有遗书为证。我们先看第1封遗书。我的一生别无所求，我是因为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最终也会因为爱而离开。爸妈，你们不要难过啊！我不留恋这个世界了。我知道我这辈子欠你们的爱，儿子是欠你的。亲爱的，你别自责，爱我的人就是给他说的啊，给他绝笔。2010年1月12号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，让你写下了这样一封绝笔的情书呢？就是他经常离家出走，然后就不联系我。我每次打电话疯狂的打，可是他就是不接。我就发信息跟他说，我说那我先走了。我离开你了，然后我快吓死了，我当时，然后我就从台里面跑，我都吓死了，我一进门旁边放着安眠药，真的，我就整个人都崩溃了，我不知道他还没吃下去呢，对他还没吃。这是一次哈，还有一次我在那个遗书写的比这还长呢，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封遗书，来，
我走了以后，让他替我爱你。这个他说的是谁呀？我就是讨厌他在那些网络上面就像卖唱的一样。然后什么话呀？他就是在那上面呀唱歌，然后很多男的都可以一起说话，就说啊唱得好啊，再来一首啊，怎么样？那那个他是泛指是吧？可能会有，就是他见网友那一次开始我就，那我怎么相信你？你每次都跟那些男的这样？什么叫每次都跟那些男的这样？我们一个网站上有男有女，而且我唱歌给他们听，他们也愿意欣赏我的歌声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可是我很难受啊，我是你男朋友啊。不是那天发生了什么？你又写了一封遗书？就是他去见网友了又。我觉得他好幼稚啊！我觉得他就感觉两个人过日子就像两个人过家家一样。他还没长大，我需要一个有责任感、能够担当的男人。现在有了吧？没有啊。目标有了吧？就是一个雏形而已，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形象，但是我觉得他不是。他就是老跟我闹分手，老跟我闹分手。其实我想让他理智一点，就是两个人都有一个空间，反而更美，不是距离产生美吗？他现在恨不得整个人都扑过来，然后贴着我，现在已经对我工作造成困扰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后工作时间能不发短信打电话吗？不是我担心他。你担心什么呀？你担心？那万一他跟男同事？他跟男同事怎么了？我跟主持人说话你吃醋吗？他也是男的呀，你怎么不吃醋呢？因为他觉得我不够帅，没有威胁。一会儿你跟于老师多说说话，你再问他吃不吃醋，他一定吃醋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问一下，跟你父母平时电话多不多呀？一个星期打一次吧。打一次啊？跟女朋友打至少几十个，甚至上百个。就我很关心她，我就表现出来啊。其实所谓的关心，刚才也看到了，更多是不放心吧。你们两个真想走在一起的话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叫比翼双飞。你的女朋友日渐在成熟，你停滞不前，其实在落后。终究有一天，即使你不那么烦她了，你们之间差距都会越来越大。所以总是无业的待着，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圈，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敏感和神经质。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回个短信，回个电话，他现在就是很烦，他就不愿意回我电话跟短信。那是因为你给他造成逆反了，他耐受了。你今天还对他而言有吸引力，当你不成长不成熟的时候，他不能依靠你的时候，对他而言他就觉得失去安全感了。听他们两个这事儿吧，说吧，我觉得我在看一个偶像剧，这给我感觉你是一个自己在创造浪漫的人，但是只是自我的浪漫，你忽略了他已经工作了，他的视线还有包括他的这些范畴啊，可能要比你更广一些，而你却恰恰他越广，你越担心，你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循环，然后产生了不自信。其实你这种不自信导致你对他的一个不信任。我就是很害怕失去他，所以说这就是你的一个不自信。你为什么要怕失去他呢？你比他少什么吗？他就是去见网友了那些事情。他见网友又如何？我就害怕他跟别人走了。他为什么能跟别人走？如果你有足够的魅力，他为什么跟别人走？那他为什么有事情要瞒着我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的，你这个你要不理解的话，没有一个人会跟你交往的。我有点烦他那种刨根究底。男人有的时候要装糊涂，给自己一个宽心丸。你在家里经常装。事情过去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宽心丸你吃的非常舒服。很多事情不像你想象那样。你看李老师频频点头，说确实他经常装糊涂是吧？是。我今天说这话，其实说给我老婆听的，我都记住了，也是绝对的女装没事啊。但是我希望我这个话呀，能给你一点点的，就是建议，思维开阔一些，大气一些，男人一些。我觉得哈，我丝毫没有讽刺你俩的意思啊，但是我要说一句，你吧特像他女朋友，他特像你男朋友，他在外头事业，咔跑的工作忙里忙外，我倒觉得你像一个小鸟依人的一个女孩子，哎呀，你去干什么？带上我吧，你能干什么？我倒觉得是这样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去找一份工作，你这样呢，你有了自己的事情，你就不会再去特别的去关注他，你所有的生活全在他身上。他就是跟我闹分手，我才把心思都放在他身上。他为什么跟你闹分手？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一句话。你知道女人怎么样喜欢一个男人吗？这个男人身上必须有他
特殊的东西，让他崇拜的东西，你有吗？他现在到来保护你，你一说，哎呦我要自杀，我要死，他那边，哎呦或我担心，你们俩反了。所以就不协调了。再一个，我还要，因为我是当妈妈了，我还要跟你说一句，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的，比以前的我所说的都要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这个对生命的这种随便的就说个写个遗书，然后就死。虽然我知道你是吓唬的，你也不可能真的，但是你这个动作千万以后不要。你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，肯定难过死了。我把这儿子辛辛苦苦拉扯这么大，为了一个女孩子，还没怎么着，说死就死。那多难受啊，孩子，千万不能这样。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就特别看不起他，您知道吗？对，你看他都没有，你身上没有让他觉得，哎呦，他怎么样在他面前仰视你活的？你傻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样让他去爱你，你还，你知道了吗？小亮，我跟你说啊，最好的教方法了，不说别的，拽过他，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我都相信你，我就是你最牛的，你不会离开我，跟我回家，完事儿了。哦，我都不会跟他走。你试试，来，男人家，你试试，你爷们点儿，来。你要跟我走吗？我天，郭老师，看来他们还想听你骂一下，这个你把你自己定位为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男人？准备成为男人的男人。给你堵得死死的，他多有智慧啊！对，准备成为男人的男孩。就是那个上次那个舞台上也是一个男孩说我是个男孩，我不是男人。对，我记得。说我是个男孩，我不是男人。对，而且说得非常自豪。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成为男人的一个男孩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身上是有非常多的优点，但这些优点下面所隐藏的是很多的缺点。你看，我给你细数一下啊。你浪漫温柔，讨人欢心，这一点固然让女生心动，但是那是因为青春稚嫩，家境富足，你有浪漫的资本，你不用上班你也有钱，对不对？你细心呵护，百依百顺，这一点也让女人情动，那是因为你待业在家，不求上进，你有浪费的时间啊。你还跟踪调查，穷追不舍，固然让女孩感动，那是因为你心胸狭隘，够自私，够猜忌。所以说，表面上你温柔、关爱有加，又执着专一，其实背后是幼稚、懒惰和自私。我觉得涂老师你这样有点人身攻击。那你真这么说啊？我说话有我的道理啊！你承不承认？你承不承认这些优点和这些缺点？承认吧。其实你就是够闲的。你要是每天有克服不完的困难，有想不完的事儿，就不会天天跟着他。李老师说的不错，男人喜欢女人是怜爱，女人喜欢男人是小崇拜，一定要有点小崇拜才有作用。如果你现在独立起来，你财政上独立，你工作上独立，那么你的人格和情感就一定独立，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更全面，你就不会整天去猜忌他，而是想着如何去为他好，去保护他，你想的事儿就不一样了。另外，我刚才说你男友，你很气愤啊。对呀。但是你不用说话，接下来我要说你了。其实大家都没有说到你的问题，好像都说他有问题。其实我觉得你呀，比他更自私。为什么呢？你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你很喜欢他的温柔浪漫，小男生带出去倍儿有面子，又新潮啊，又温柔，百依百顺，说什么听什么。但是，当到某一些场合的时候，你又认为他带不出手，是吧？太幼稚了，一点都不沉稳。所以说从这点上面来说，你很自私，因为在他的眼中你是个完美的你，而在你眼中，你在今天场上全部隶属的是他的错。我劝过他呀，我劝过他。你听我说完，你劝他为什么没有用？你听我说完，要做一个智慧型的女人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段时间不是在流行看一个电影叫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》吗？里面的那个女主角佳怡是班上的班长，男主角叫柯震东，是一个班上特别调皮捣蛋的男生。佳怡呢，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，他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？温柔、鼓励加鞭策，而且天天帮他修订作业，付出了自己的努力。那男孩后来考虑上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，人家付出了，而且用了自己的智慧，看着自己的男人不断的成长，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，在自己的诱导和鼓励之下，让他更加奋进、更加向上，那是多么幸福而快乐的一件事儿。
你就天天跟一盆水浇花，天天给它修枝。他都快枯死了。他哪里枯死了？就他现在。请问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吗？是你自己没有用对方式。你天天说他幼稚，难道你不幼稚吗？那我现在不能说我放弃我现在这个工作，然后我天天去帮他。我没有说你要放弃工作，只是你要掌握方式方法，至少有一点你要向他学习，那就是包容。你有他包容吗？他眼里的你尽是完美，没有一点错。既然你比他懂事，你觉得他幼稚，你就教他呀。我如果什么都去教他的话，他在这个路上成长什么呢？哎，那要看你怎么教喽，看这个老师是怎样的喽。我觉得说的简单，做起来很。对，一点都不难。我给你举个小例子。有爱就可以做。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。这个今天上午杜鹏前涂老师来的时候，把这个箱子给打开了。我看到那个箱子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温暖。箱子里面有一个 A4 纸，老公。什么什么什么衣服录什么什么节目哪天穿，什么什么什么衣服录什么什么节目哪天穿，什么什么时候回家，几点钟的飞机到，我在家里等你哦，老婆。啊，很温暖啊。我举这个例子，我想告诉你什么？他老婆是用那样一种方式，其实跟他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。他每天打开这个箱子，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就会很温暖。他也不需要去查岗。一个好女人是一本好书，是一所好学校。她现在就是青涩的可爱，她过几年她一定会成长，但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你们放弃，这个时候放手多愚蠢啊！这么爱你一个可以给你制造浪漫的一个男孩子，你想他哪一些不是关切你呢？还有你，哎，李老师那句话就是说让你赶紧成为一个男人吧。你哪怕是技巧呢，对吧？你哪怕是技巧性的让他紧张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，明白吗？去多接触别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孩子。真的，以你的感觉，你的浪漫，你的一些能吸引很多女孩子在你身边。你就把我们孩子教坏了吧？不是啊，不是，人家挺好的又受不了，人家要成长要成熟，你又所以刚才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要让他欣赏你。你现在给他的感觉是他在护着你，这个时候你要护一下他。哎，当时那个李老师追你追的最厉害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其实早就喜欢上李老师了？对啊。你就不说，就让李老师憋着让李老师说是吧？对。欲擒故纵。你就用的这个方式。对。真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李老师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说旁边这个其实是喜欢你的呀？你知道他是欲擒故纵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后来我们俩好了以后我才知道，我这个人就是我不知道人喜不喜欢我，那我一看见我喜欢，那我就跟人说一声，如果要同意那就更好，不同意我也别错过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你拉倒吧，你都知道。我是在现场啊，经常不让他看到我啊，然后我偷偷能看到他的地方，我观察他什么感觉啊，他经常会。我找他，我知道他在找我。我一拍完一场戏了，我觉得我演的挺好，我就找，我看他看我没有。反正我一看他肯定看别处呢。完了，我特失望。听明白了吗？哎，听明白了吗？刚才说别把我们孩子教坏了哈。我们孩子是谁啊？啊？我们孩子是谁啊？所以说当妈的嘛。那您今天的孩子带来了，给我们见识见识。他。你自己在心理上都把他当个孩子，那他能长大吗？你不柔弱一点，他永远长不大嘛。听听你们朋友的建议啊，我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我们算是大学认识的同学，他们俩这事我们都知道啊。然后一直到大学，一直觉得他们俩关系挺好的。他们说这次让我来做嘉宾，就是来帮他们说这事儿，我才终于知道他们感情出问题。我觉得说到这，我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到现在还是这样，他还不好好工作是吧？还不好好工作，因为我们就从来不知道他毕业到这么久一直没有工作是这样。所以我真的想跟你说一句话是，哥们儿，你真的就跟涂老师讲的，你真的要成为一个男人，你得长大了。你今天有朋友来吗？我有。谁呀？发小。主持人你好。啊，发小啊？啊，对对，一个家有院，从小玩到大的。他就需要一个有责任，然后有能力。说白了就是一个能压得住他的男人啊，哎，对吧？咱平时都说，哎，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和一母。但是现在这个不是这样，对吧？他本身就太强势，而且
也可能鉴于工作关系，确实做编导这个确实非常忙。这个怎么来讲呢？就是我帮你讲这句话他就明白了，就直白了。电视行里有句话，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牲口用。啊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而且是我现在是这个电视圈里面，就是我跟他讲的东西，他完全不感兴趣，他也不太。对，他对你感兴趣就行了，其他的真没事。我们说了那么多，你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明白。那么聪明啊！一会儿表白的时候好好说哈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就算我以前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，可是我会去弥补。我认定了你是我最喜欢的人。我以前说过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所以我希望这个承诺能够继续延续。我还想爱你，希望你给我机会。我会为你变成一个男人。我就只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把你刚才说的那一遍爷们儿点再给我说一遍，我就跟你走。爷们儿一点儿，你硬气一点行不行？我爱你，我会为你变成一个男人，希望你跟我走。亮灯吧，你跟他走吗？你拽我吗？走了。这儿啊，要走只能往那儿走啊。领啊。撑不住了。这个吴老师特别喜欢让那个瘦弱的男嘉宾抱着女嘉宾。我今天想让张老师抱着李老师。一会儿给你补一下，来。哎，兄弟，就刚才那个份儿就对了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筒，感谢天津东一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饰啊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这个给我。2位小朋友请回啊！这是杰利亚送给你们的这个订婚的一个套装，还有一枚戒指哈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幸福而神圣的时刻。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，我会像个男人一样照顾你一辈子，让你幸福。你再爷们俩说一遍。我爱你。差不多。这孩子真乖。信了吧？我刚才站那儿没看见，再来一个，太坏了。刚才没开灯。恭喜你了，那个，你看你给他，你告诉他怎么做，我相信他一定做吧。祝幸福，祝快乐，幸辉，恭喜啊，结婚。